意甲羅馬對佛羅倫薩最可能的比分1-0，羅馬勝或者1-1。資金方面，大眾資金籌碼高度集中在羅馬主場勝利和大球方向，但專業資金更看重賽季首輪雙方的慢熱，防守需要磨合，所以大額資金主要流向 2.5 以下的小球，還有選兩隊沒法同時破門。機構通過壓低主場勝利的賠付，還有控制小球賠率來規避風險。市場整體不存在明顯的冷門殺跌的信號。羅馬隊拿分的支撐力充足。組合方面，主推羅馬負 0.5 或者全場總進球數小於 2.5 球。第二種選羅馬勝加上全場進球數小於 2.5， 這種風險更大，收益更高。這場揭幕戰，兩支隊處在完全不同的建設階段。羅馬在加斯佩里尼執教的首個賽季拿到73分，聯賽第3，重返歐冠。而佛羅倫薩上賽季深陷保級區，直到賽季後半段才穩定下來。現在換成格羅索執教，並且大規模年輕化。歷史上上一次交鋒在奧林匹克球場，羅馬4-0大勝。最近在52場奧林匹克球場的意甲交鋒，面對佛羅倫薩，羅馬就只輸過3次。佛羅倫薩上一次在這裡贏球還是遙遠的2018年。感謝大家的支持，感謝您的點讚熱推，感謝您的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另外，作為主教練，加斯佩里尼和格羅索此前正式比賽交手3次，加斯佩里尼3戰全勝，而且格羅索的球隊270分鐘1球未進。羅馬隊上賽季最後5輪意甲5連勝，狀態非常好，每場至少進2個球，合計只丟了2球，但這次季前賽非常不穩定。所以主教練也一直在強調，新賽季的羅馬要重新的從零開始。傷停方面，韋斯利和皮西利已經恢復了合練，但韋斯利和洛倫佐·佩萊格里尼想上場有疑問。而迪巴拉終於完成了一次沒有被傷病打斷的完整的季前備戰。上個賽季他2次意外受傷，還有一次造成半月板問題，缺席3個半月。但現在他的身體可能更加結實，狀態很好。羅馬預計首發3-4-2-1，門將斯維拉爾，後防線曼奇尼、恩迪卡、埃爾莫索，中場納維爾、莫里納、克里斯坦特、科內、韋斯利，前面羅德里戈、莫拉加迪巴拉，最前面是馬倫。不過加斯佩里尼也可能改成3-4-1-2，讓羅德里戈、莫拉單獨踢前腰，迪巴拉和馬倫組成雙前鋒。這樣的戰術目的不只是進攻，而是讓莫拉在無球的時候直接壓迫佛羅倫薩的組織核心尼克洛·法焦利。但羅馬隊內克里斯坦特和埃纳維還存在一個中場位置的競爭。佛羅倫薩這一邊，格羅索接手的球隊是前任主教練在賽季的後半段已經把防守重新穩定下來了。新賽季第1場正式比賽，佛羅倫薩在意大利杯4-1擊敗了貝內文托，古德蒙德松、基恩、拉涅利、恩杜爾都有進球。他們的陣型4-4-1-1，關鍵是馬斯坦托諾有沒有可能首發。2位主教練，羅馬的加斯佩里尼已經執教了637場意甲比賽，是本賽季所有现役的意甲主帥中最多的。距離歷史榜單第4位的羅馬傳奇主教練利德霍爾姆只差7場。在來到羅馬前，他在亞特蘭大度過了長達9年的時間，還率隊贏得歐聯杯。他最鮮明的足球風格一直是高強度的壓迫，大量1對1的防守，快速縱向推進，還有讓攻擊手不斷的換位。現在羅馬最大的煩惱不是首發，而是陣容還差2個人。歐冠名單可以報23個人，但羅馬仍然有2個空位。主教練的要求很明確，還需要一個左側的攻擊手以及韋斯利的替補。與此同時，佩雷格里尼強調，他認為俱樂部原本以為進入歐冠後財務空間會明顯改善，結果現實並非如此。羅馬現在受到財務公平政策和工資總額的約束，所以加斯佩里尼有句話，每1年都要重新的從零開始。最有意思的是，今年春天，拉涅利曾經和加斯佩里尼有一段交鋒，當時拉涅利公開回應了加斯佩里尼對轉會的抱怨，說引進的球員都經過了主教練批准。加斯佩里尼隨後表示自己對這番話非常意外，他強調自己不想制造隊內矛盾。事情持續發酵以後，拉涅利最終辭去了羅馬高級顧問的職務，他現在已經是新的意大利國家隊技術總監兼意大利俱樂部的主席。所以現在加斯佩里尼又說我的陣容還差人，我們受到了財務公平的限制。羅馬媒體會特別敏感，大家都感覺到他對管理層有明顯的不滿。而佛羅倫薩的格羅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2006年世界杯決賽，格羅索罰進意大利最後一粒點球，幫助球隊擊敗法國奪冠。現在作為主教練，他來到佛羅倫薩，最強調的是平衡，他需要根據球員的特徵，把他們放進最舒服的位置，用整體結構掩蓋弱點。一句話，佛羅倫薩是支弱隊，而格羅索最初理想中的4-3-3，因為現有人員的特點已經逐漸被4-3-2-1取代。
古德蒙德松和馬斯坦托諾更喜歡進入中路和內部空間，而不是一直固定的站在邊線。還有莫伊塞·基恩，少年時期在尤文圖斯青年隊，他的教練恰恰就是格羅索，兩個人當年一起合作打進了青年聯賽的決賽。20年後，格羅索在佛羅倫薩重新執教基恩，公開強調基恩就是球隊最重要的球員，是計劃的核心，我們非常信任他。那麼球員方面當然要關注迪巴拉，他是意甲聯賽球王的級別，但一直玻璃體質，這也是他多年來少見的一次完整沒有傷病的季前賽。上次半月板讓他休息了3個半月，大家都認為他現在的身體狀態已經明顯改善。另外，每到賽季初，迪巴拉的狀態總非常好。目前仍然在意甲效力的球員裡面，迪巴拉在8月份打進了9個聯賽進球，是现役球員中最多的。但最近他也強調，加斯佩里尼的訓練很難，要求非常高。他自己近年來大量的做普拉提來改善深層肌肉力量。而加斯佩里尼也反過來公開讚揚迪巴拉，並且透露迪巴拉為了俱樂部財務結構接受了降薪。不過8月1日季前賽1-4輸給卡迪夫城，迪巴拉在場上和克里斯坦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但這種事兒足球方面常有。好，佛羅倫薩，我們關注皇馬來的馬斯坦托諾，9歲的時候河床發現了他，但他拒絕進入河床青訓宿舍，原因有2個，捨不得離開家庭，而且還想繼續打網球。到了11歲，他最終決定放棄網球，把職業道路全部壓在足球上面。16歲，他就已經成為河床歷史上最年輕的進球者，並且迅速進入阿根廷國家隊。但上賽季在皇馬，他非常不容易，技術方面不成熟，所以打首發也被球迷罵慘了。平時的馬斯坦托諾非常喜歡彈吉他，喜歡音樂，他習慣於用吉他來放鬆，釋放比賽的壓力。另外有一點，關於基恩的轉會傳聞，佛羅倫薩開出了很高的條件，如果有球隊能滿足，他們願意談判。但目前基恩仍然是首發中鋒，離隊沒有確定。戰術對位方面，我們要看羅馬隊如何掐死對方的法焦利。另外，佛羅倫薩的2名前腰會不會重點進入羅馬中後衛和邊翼位之間的內部空間？第3點，羅馬隊的寬度有可能反過來懲罰佛羅倫薩的站位，因為佛羅倫薩的邊後衛如果站得太窄，那兩側很可能被羅馬拉開。最後就要看基恩對羅馬3中衛體系縱深的衝擊。弗勒姆對切爾西，最可能的比分1-1或者1-2，切爾西勝。這場資金方面，散戶資金由於切爾西陣容的紙面實力還有豪門的光環，大眾的籌碼明顯更傾向於切爾西獨贏，還有大球 2.5 球以上。專業資金則對切爾西持謹慎態度，特別是新賽季首輪，各隊都要磨合，大家已經看到許多冷門，所以專業資金在早盤階段更傾向於弗勒姆受讓正 0.5 或者正 0.75， 還有選進球數偏小，建議的組合選雙方都有進球，或者選亞洲盤弗勒姆正 0.75， 或者直接就猜一猜平局。那麼總進球數可能是2個或3個，比分聚焦在1-1或者1-2的範圍。這一場老 K 個人最大的看點是哈維·阿隆索，他去年在皇馬砸了自己的招牌，但畢竟是年輕一代少帥當中最有潛力成為世界級名帥的。還有對面弗勒姆的主教練阿韋羅亞，正好是上賽季在皇馬阿隆索的接任者，所以這就非常巧合，2個人過去曾經都在利物浦做過隊友，又都效力過皇馬，上賽季更是出現了極具戲劇化的交接。2個人都執教過姆巴佩加維尼修斯，卻都沒有拿出完美的方案。幾個月後，2人分別接手弗勒姆和切爾西，第1輪就直接碰面。也不知道是英足總把流量給玩明白了呢，還是安排上的巧合。另外，2個人在場外仍然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們當年曾在利物浦一起參加了46场聯賽。阿維羅亞還說，幾天前剛和阿隆索聊過天，但聊的是家人來到了倫敦，而不是足球。歷史層面，弗勒姆曾在今年1月在克拉文農場2-1擊敗了切爾西，如果這次再勝，他们將取得对切爾西罕見的聯賽連勝。但另一方面，弗勒姆過去6個英超賽季只有1次贏下了首輪，而切爾西也慘，已經連續3個賽季首輪沒有贏過球了。兩隊近況，弗勒姆賽季前的狀態，夏天熱身賽2勝2平2負，最大的問題不是創造不出機會，而是終結的效率偏低。特別是1-0擊敗斯圖加特的比賽，弗勒姆已經表現出阿韋羅亞想看到的侵略性、有球的主動性還有個性，可門前把握機會仍然不過關。那場比賽，他們的塞薩爾·帕拉西奧斯是最活躍的进攻組織者，亞歷克斯·伊沃比2次用前點的角球制造威脅，第2次由蒂莫西·卡斯塔涅完成制勝球。貢薩洛·加西亞也獲得了機會，但整個季前賽貢薩洛·加西亞沒有進球。傷情方面，湯姆·凱爾尼本月接受膝部手術，預計要到10月才能復出。約阿希姆·安諾森停賽，這是此前紅牌導致的3場停賽中的最後一場。
所以弗洛姆目前最大的陣容損失在中後衛的組織和中場的經驗。他們的陣型預計還是4-2-3-1，特別是皇馬加盟的貢薩洛加西亞，我們一定要重視，他會擔任中鋒。而切爾西最後一場熱身賽3-1勝皇家社會，阿隆索擺出了非常有代表性的3-4-3陣容，後場現在3人體系，佩德羅內托和帕萊斯特拉擔任邊翼位，里斯詹姆斯進入中場和凱塞多搭檔雙後腰，前面帕爾默和摩根羅傑斯圍繞着若昂佩德羅活动。最重要的是，若昂佩德羅並不固定地站在禁區裡面，他會频繁回撤，讓帕爾默和罗傑斯可以向他身後的縱深空間前插。對皇家社會的比賽，羅傑斯打進1球，若昂佩德羅2個球，所以這是目前判斷阿隆索的切爾西打法最有價值的樣本。現在球隊中沒有新的傷病，但維爾貝克的身體有些問題，復合受到了控制。亨德森手腕有傷，預計9月才能復出。埃梅加有腿筋的傷，也會缺席。還有阿隆·安塞尔米洛比賽狀態有疑問，福法納因為上賽季末的紅牌會停賽。預測的首發門將桑切斯，三中衛科爾維爾、拉克魯瓦、阿奇姆彭或者迪薩西，中場佩德羅內托、里斯詹姆斯、凱塞多、帕萊斯特拉，前面是摩根羅傑斯和帕爾默，頂在最前面若昂佩德羅。那麼2名主教練我們都很熟悉，阿維羅亞過去在穆里尼奧執教皇馬的時候就是標準的馬德里主義者，他自己是從皇馬的 U14 青年隊開始執教生涯，第1年拿到聯賽冠軍，升到 U16， 再迅速的進入 U19，執教 U19 第一個完整賽季就拿下了聯賽、國王杯青年賽事和冠軍杯3冠王。24到25賽季又拿了聯賽冠軍，隨後升任卡斯蒂亞的主教練。再然後去年阿隆索從皇馬主教練下課以後，阿維羅亞曾經短暫的擔任臨時主教練。弗洛姆這次選用他主要3個關鍵詞兒：積極的高壓，重視防守的判斷，同時追求主動性和具有觀賞性的足球。阿維羅亞的執教理念混合了他過去曾經合作過的貝尼特斯、齊達內、佩萊格里尼、穆里尼奧，還有安切洛蒂對他的影響。季前賽我們已經能夠看到一些痕跡，弗洛姆對斯圖加特的比賽成為敢於控球的一方，而不僅僅是退守反擊。特別是新的體系會賦予邊後衛很大的攻擊權限。阿維羅亞並不希望羅賓遜和卡斯特涅只是傳統4後衛中的防守球員，他們要非常積極地向前參與進攻，而這一點會直接影響到本場對切爾西的邊翼位體系的戰術對碰。另外，阿維羅亞最重要的人物關係就是貢薩洛和帕拉西奧斯，2個人都是他過去在皇馬青訓的舊部，年輕有天賦有野心，而且已經知道教練希望他們怎麼踢球，所以阿維羅亞過去親自帶過他們，這次又把2個人帶到弗洛姆，希望他們能幫助自己建立新的體系。而阿隆索這次到了切爾西，切尔西給他的權力比皇馬更大，這次他成為切爾西一個很少見的真正意義上的 manager。過去除了穆里尼奧，還沒人在切爾西獲得過這麼高的地位，所以不只是負責訓練和比賽，他也在建隊和引援還有人員去留上有很強發言權。像摩根羅傑斯、帕萊斯特拉、拉科鲁瓦的到來，都有明顯的阿隆索建队的痕跡。切爾西現在超過40人的龐大陣容，也需要他一個個親自篩選。他的理想陣型就是3中衛加2個邊翼位，再加2個內部攻擊型中場，再加單中鋒。這次季前賽他直接把帕爾默稱為世界級，這是給予了最高的評價。他認為帕爾默只要健康，能夠享受足球，並且和隊友們建立聯繫，只要能讓他在比賽中進入流暢的狀態，帕爾默絕對是切爾西 No.1。但是現在面對恩佐有可能離隊，阿隆索和恩佐的關係已經成為敏感話題，但他也不斷強調恩佐的訓練很好，態度很好，已經融入了新球隊。不過很明顯，恩佐是想去曼城投靠自己過去的主教練馬雷斯卡。好，球員方面建議大家重點關注弗洛姆的贡薩羅加西亞，在去年的世界俱樂部杯他进球數非常多。而冷知識，過去在青训的時候，贡薩罗本來踢邊鋒，是阿維羅亞接手了青年隊，把他的位置向中锋轉換，這成為他職業生涯的重要轉折。而且這次到了英超，貢薩羅第一次接受採訪，英語比大家預想的要更流利。所以這名來自皇馬的中鋒，咱們看看他的實力。還有亞历克斯·伊沃比，這是弗洛姆队最容易被低估的人。在足球之外，伊沃比的興趣很廣，他還以17為藝名在做音樂，還和英國的說唱歌手合作。而且這家伙是從小坐校車的時候就喜歡 freestyle， 在家裡還建了自己的錄音空間。他的舅舅是尼日利亞傳奇球星老 K 最喜歡的 JJ 奧科查。奧科查本人年輕的時候同樣也做過音樂。而切爾西未來的 No.1 帕爾默，他從早到晚就和年齡比自己更大的孩子一起踢，沒有人因為他年紀小就讓着他，所以帕爾默很小就學會了怎麼護球，怎麼利用身體，
怎麼在很狹窄的空間裡擺脫，怎麼面對比自己更強壯的人。所以我們總是強調，街頭足球才是培養大球星最好的環境。另外，他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了摩根·羅傑斯，兩個人關係非常好。摩傑斯投奔切爾西，一是為了主教練阿隆索，另外帕爾默也一直和他保持溝通。所以切爾西現在的雙10號位過去一直彼此非常了解，再加上若昂·佩德罗，现在5大联賽最炙手可热的中锋之一，他們3個人的化學反應非常值得期待。好，戰術對位方面，最重要是帕爾默加上羅傑斯攻擊富勒姆的內部空間，這是最重要的地方。若昂·佩德羅一旦回撤，帕爾默和羅傑斯向前，邊翼位提供寬度，而富勒姆大概率雙後腰是伊沃比加上貝格。但如果2名邊後衛按照阿維罗亞的要求大幅度壓上，中後衛外側和後腰身邊的內部空間會承擔很大壓力，尤其是安諾生停賽，富勒姆的中後衛組合缺少一個長期穩定的主力，所以我估計切爾西持續尋找的可能不是單純邊路的傳中，而是將邊路拉寬以後，讓帕爾默和羅傑斯進入內部空間去解決問題。第二點，咱們要注意富勒姆阿維羅亞式的高位逼搶遇上阿隆索的3後衛出球，只要富勒姆第一波壓迫成功，切爾西的中後衛和門將的出球會承受極大壓力。但如果切爾西穿透過去把球傳出第一線的壓力，那局面瞬間會變成切尔西中場佔據人數優勢，帕爾默、羅傑斯會直面正在撤退中混亂中的對方防線。所以最關鍵的就是富勒姆第一道壓迫到底能不能真正把球搶下來。最後就看定位球，富勒姆最後一场热身賽最有威脅的2次定位球都來自伊沃比的前点角球，其中第2次還直接形成了卡斯特涅的制胜球。所以想要縮小人才方面的差距，定位球是富勒姆最现實的辦法。今天咱們的紀錄片《穆里尼奧》第2集書接上回，仍然講到第1階段1963到2002年1月。那麼咱們說到1999到2000賽季，羅伯森又找過穆里尼奧一次，但這次穆里尼奧拒絕了老師。羅伯森後來去了紐卡斯爾聯隊，仍然想把自己過去老搭檔帶過來，於是向穆里尼奧提出來給我當助手，甚至還提出了一種未來的安排。過一段時間之後，他離開，讓穆里尼奧接過這支球隊。過去的穆里尼奧可能會毫不猶豫老師去哪兒我去哪兒，但現在不同了，他已經快37歲。他說不，原因非常簡單，他不想再當助理教練。穆里尼奧甚至判斷羅布森這個人因為太熱愛自己親自訓練球隊，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看台上把一切交給自己。所以這段師徒關係到了最後階段，學生必須離開老師。2000年9月，37歲的穆里尼奧迎來了真正的機會，本菲卡。當時本菲卡賽季開局不佳，德國教練海因克斯離開。2000年9月，穆里尼奧被任命為新任主教練，這是他職業生涯第一次真正掌管最頂級的球隊。一個最開始給別人翻譯戰術的人，現在成了真正制定戰術的人。第一次當主教練，他馬上就顯示出自己的性格，這就是後來我們所熟知的那個穆里尼奧。俱樂部希望安排一名教練加入他的團隊，可穆里尼奧不同意，他堅決要求自己決定助手，於是選擇了過去本菲卡後衛莫澤。這件事兒非常小，但特別像後來的穆里尼奧，他的第一份工作就已經明確表示，既然我是主教練，所有足球的決定必須由我負責。這個性格以後會讓他成功許多次，但也會讓他和許多俱樂部的主席最後鬧翻。那麼這一次在本菲卡，穆里尼奧的開局並不是神話。第一場聯賽他就在客場0-1輸給了博阿維斯塔，隨後球隊成績逐漸改善，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只在球場，而是在於俱樂部政治。本菲卡正在進行主席選舉，新的管理層上台了。新主席曼努埃爾·維拉里尼奧並不是穆里尼奧原來的支持者，而且已經有了自己更信任的教練人選。穆里尼奧很快意識到自己的位置不安全，然後發生了穆里尼奧早期非常經典的一场比賽。2000年12月，本菲卡面對死敌葡萄牙體育，這場比賽有非常特別的意義。葡萄牙體育正是當年穆里尼奧跟隨羅布森起步的地方，結果他率領本菲卡3-0大勝。這是他第一次作為主教練在真正重量級的比賽裡證明了自己，從賽前準備到針對性的情緒動員，在強敵面前不畏懼不害怕，最後大勝。但更瘋狂的事情馬上來了，在3-0贏下了德比，一般的教練會幹什麼？會慶祝。可穆里尼奧找到了主席，他的邏輯很簡單，既然外面一直說你們可能換掉我，那要麼給我延長合同，證明你們真的信任我，要麼就證明既然你不願意在贏球的時候支持我，那麼下一次輸球以後我隨时可能被解雇。可是主席拒絕了，於是穆里尼奧直接辭職。12月5日他離開本菲卡，這次執教總共大約2個半月，11場正式比賽，聯賽只有9場。這件事簡直就是以後穆里尼奧人生的縮影，成功之後，然後權力衝突，
然後離開。未來他執教豪門20多年的劇本，在第一份工作短短2個半月就已經出現過。而且更誇張的是，他當時甚至可能直接去對面的葡萄牙體育。當時葡萄牙體育對他非常感興趣，所以換句話說，剛剛帶領本菲卡3-0擊敗了葡萄牙體育，沒過多久，手下敗將竟然可能想把這個人請過去，但最終沒有成型，否則穆里尼奧的早期職業生涯可能會完全不同。許多人在這時候第一次得到豪門工作以後，會產生一種錯誤認知，我已經是豪門主帥了，以後我只能執教豪門。但穆里尼奧沒有，他接受了一家規模明顯更小的球隊萊里亞聯隊，這是他職業生涯最重要的一步。因為本菲卡已經證明穆里尼奧敢於當主教練，但在萊里亞隊證明了穆里尼奧真的會當主教練。萊里亞隊的球員實力當然沒法和葡萄牙3大傳統豪門相比，所以穆里尼奧不能靠巨星，他必須靠自己去組織、去訓練，靠戰術紀律，靠對比賽的準備和對對手的分析。曾經在萊里亞接受他執教的球員後來回憶，當時穆里尼奧的訓練方式已經和許多傳統教練明顯不同，幾乎所有內容都和真實的比賽情境有關，而不是將體能、技術、戰術完全分開。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穆里尼奧訓練方法在萊里亞隊已經基本成型。萊里亞隊當年踢得有多好呢？非常好，好到讓葡萄牙豪門開始緊張。01到02賽季，穆里尼奧甚至帶領他們處在聯賽第4名左右，甚至一度參與前3名競爭。當時他們甚至一度壓着一些傳統豪門。但最戲劇性的地方來了，01到02賽季中途，豪門波爾圖陷入危機，球隊成績很糟糕，主教練馬查多和球隊內部也出現了問題。到了02年1月，波爾圖已經跌到積分榜第5附近，距離榜首有明顯的差距。而另一邊的穆里尼奧正帶着萊里亞隊。這時候，波爾圖的主席達科斯塔找到穆里尼奧跟他談判，雙方進行了大約3小時的會談，然後簽下2年半合同。02年1月23日，39歲的穆里尼奧正式成為波爾圖豪門主教練。至此，穆里尼奧職業生涯第一階段結束。而接手波爾圖的時候，球隊狀態非常差。一般新的主教練可能會說，我們需要時間，球隊正在最困難的階段，我要慢慢去建設。但穆里尼奧的反應完全不同，他直接告訴媒體，這種極端的情況讓他擔憂，但是他喜歡這種情況。你看2002年的穆里尼奧的性格已經完全出來了，不是到了04年切爾西之後才突然發狂說自己是特殊的一個。他的思維和語言風格，他的性格在成為波尔圖主教練的時候基本已經完成。所以到這裡，過去穆里尼奧從4位老師那兒分別學到什麼呢？第一位老師，自己的父親老菲利克斯，教會他的不是某個陣型，而是職業足球的殘酷。今天可以是英雄，明天就可能失業。還有賽前必須把對手給研究得透透的。第二位老師博比羅布森，讓穆里尼奧學會怎樣去管理人，怎麼和球員說話，怎麼和超級球星相處，怎麼讓更衣室相信主教練，怎麼在壓力下仍然保持人情味。穆里尼奧後來一直把羅布森視為職業生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第三位路易斯范加爾，他教給穆里尼奧，教練必須有自己的比賽體系，訓練應該結構化，比賽應該提前設計，教練應該有權威。而最重要的是，范加爾開始真正讓穆里尼奧獨立指揮球隊。這裡老 K 說一句，他還有第4位老師，那就是他自己的第一次失敗。在本菲卡讓穆里尼奧明白，光是懂足球遠遠不夠，豪門俱樂部內部還有主席、董事會、合同、媒體、球迷和球隊政治。主教練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環境，即使刚刚3-0贏下重要的德比，也可能幾天之後就離開。所以這件事對後來那個特別的一個對穆里尼奧非常重要。他從此明白，我必須始終控制更衣室，這對我們理解後來的許多事會有很大幫助。另外，到了萊里亞隊，沒有羅布森，沒有范加爾，沒有超級巨星，但他的球隊照樣可以明顯超出自身的實力，這才讓豪門波爾圖真正敢賭。所以第一階段的穆里尼奧剛剛做到波爾圖主教練位置，他已經有了自己的資本，那是他的學習、觀察、語言、戰術、訓練、人際關係管理，還有最重要的近乎偏執的野心。儘管他過去沒有偉大的球員履歷，沒有金球獎，沒有國家隊傳奇的身份，沒有世界杯冠軍，但他是真正靠自己的實力一步步爬上來的。還有一點最大的誤區，後來穆里尼奧通常以百大巴、以防守反擊聞名，許多人會倒推，認為他年輕時候肯定就開始在研究百大巴。其實不是的，穆里尼奧的足球教育來源非常複雜。他跟隨羅布森工作的時候，羅布森非常強調進攻，強調球員自由度。在巴塞羅那，
他長期生活在強調控球、強調技術和主動進攻的環境裡。後來跟隨范加爾，極度強調結構和控球秩序。所以穆里尼奧真正的哲學不是我要防守，而更接近於我要始終控制比賽。如果控球能控制比賽，我就控球；如果空間能控制比賽，那就讓對手控球，自己控制空間。如果針對某個對方球員能夠贏，那就針對他。方法可以變，勝利永遠不能變。控制，控制，控制，這才是理解穆里尼奧最重要的一把鑰匙。接下來我們將進入第二階段，02到04年，在波爾圖從葡萄牙名帥到歐洲冠軍，氣勢磅礴的史詩級篇章即將拉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感謝大家的點讚熱推，感謝您的訂閱，請點擊小鈴鐺選擇全部，這樣就能第一時間收到老 K 的視頻。咱們明天再見。